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看见神一个一个带来的人就很奇妙。那尤其是前2个月开始，7月份开始，我就神有给我感动说你要开始做儿歌。好，做儿歌我从来没有做过儿歌好，儿歌这个怎么做哈？然后呢，我就印证说主你给我印证。好，很快的周围的同工，神开始有创作儿歌的人出现了，有能够唱儿歌的人出现了，还有能够给儿歌编曲带动唱的人也出现了。好，甚至昨天我教会一个奶奶来找我说，师母啊，你说你那个儿歌带动唱做好了没有？我等不及带我的孙女儿唱跳快点发给我。我说哇妈，我一整个就是被神推着走，你知道吗？就是在那么短的期间内，就是都到齐了。然后我一想起，你记不记得在迁移系列的时候，神带我们来维奇塔之前，曾经给我们看见说我们是在那个桥梁。您是对不起，我插一句嘴，问一下，您是在什么情况下看到什么图像？是在祷告的时候看到的吗？就是我们2个人就是祷告，然后我们就安静在那边等候，然后大概可能10分钟、20分钟，就是什么都不明白。安静在神面前等候。那就在那过程当中，那15、20分钟，我就看到。就是图画，就是很清楚的，就是我说我可以知道分辨出是有很多羽毛的那一种那个图画的这样的一个酋长。那下一周呢，就是更悬的，就是我看到在一条河边，然后呢有5个人手牵手围这个火堆，就是我没有这样算，好像1、2、3、4、5，我就是知道他是5个人，我看到一圈人围在手牵手，那我就知道是5个人，然后。围着那个一个火堆好像在跳舞还是在敬拜神，我无法判断，但是就是我知道他们围着圈，好像在跳舞。那这个就是2个图画都很抽象就是当下完全不明白，我还以为说上帝你是要我们去服侍印第安的人，还是要我们去服侍的教会是有做印第安施工的人施工的，反正等等就完全不明白。对，那就是，但是就是这2幅图画，真的去找有没有侍奉印第安人的教会还在温哥华还真找到了一家华人教会有在侍奉印第安人的，然后我老公就去申请了，你知道吗？结果对方没有受理，就说不太适合我们就觉得好奇怪，就是在第1周的时候，我还觉得印第安这个很不可思议，就是主啊，我们2个华人去侍奉印第安人，你看我们像吗？一点背景资料都没有，就觉得这边太扯了但是还起码有一点方向，我们就还是尽量顺服的往那个方向去研究到第2周，什么5个人在河边圈成一圈跳舞，我一听我就把笔记本甩一边了我说老公，这个太扯了，真的我有时候听他有感动我就找笔记本我就写下来然后呢，或者是上网查一些印第安头长的照片，我说是这个还是那个还是那个，我就很忠心的记下来我被神训练了好几年就是不懂是你现在不懂，是你不明白我的带领，你不要把它甩一边，要认真的记下来，直到拼图完整拼出来的那一刻我被这样训练很多次，所以我就不敢随便什么头像印第安人丢旁边，我不敢，我就记下来，然后日期哪一天看到，然后到第2周我又开始了，就觉得这太扯了这跟找教会有什么关系嘛，对不对？就没把它当回事就跟着连记都懒得记了那时候。但是就知道有这个事儿嘛，那是12月份，1月份的时候，他开始跟这个维奇塔的教会面试的过程，一直到7月，整个面试的过程整整6个月那等到10月份拿到了 offer， 然后也决定接受了这个工作聘书的时候呢我就终于打算透过脸书昭告一下亲朋好友他们都担心我们很久也为我们祷告很久所以要让他们晓得说我们的下一步已经稳定确定了嘛我就决定了跟大家公告周知各位，我们已经决定了要去美国乌奇塔这个城市，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城市嘛不怪他们，我们也之前也不晓得，所以就打算 Google 一下，找一张代表的图片来搭配这个脸书 po 文嘛我就
写了 Wichita， 然后就按 Google 哈，结果跳出来的第一张照片就是在 Wichita downtown 河边的一个公园，有一个印第安土著的雕像哈，这是代表 Wichita 这个城市的这个标志建筑哈，标志的这个地标啊，我们怎么会知道呢？不晓得的哈。然后呢，到晚上哈，它下面的一圈有一圈的石头块哈，那其中的5个会发出火炬来，可以点火的，就5个火炬一圈，但是有5个会发光，然后就在河边这样子，就这样子火炬这样摇摆，好像人在跳舞一样哈。我看到我就傻了，我说老公。我找到你的印第安头像了，我找到你的印第安人了然后我就傻眼了嘛，然后就那个时候才知道说，原来真的是神的带领哈，真的是 Wichita 好，那我觉得这个过程我真的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哈。第一点就是不要以为我知道，或是不要小看或轻看神给我们的一些小的细节，这真的是要很多的信靠，很多的耐心。跟很多的把自己的自以为是拿掉，好，那一次又一次，我每次都被神锤炼这个部分。你不要小看你感受到、你知道的，你记下来，你不要带着自我的评价，不要自我判断，不要自以为意，就记下来，衷心的等候求问，神一定会继续给我指示哈。这很多的放下我的骄傲跟自我，所以这就是关于 Wichita 的印证哈，这个公园有一个特别的点哈，也就是说因为它是在一个桥上，它是一个桥各种桥的交界的中心的一个小岛，然后那个雕像在那个岛上，它是很多跨桥的这个中心点。那这个点很特别，因为也有我们去温哥华上课的时候，也有弟兄也是在讲说，你们要过桥，你们会成为桥梁。刚刚宋文传道有提到，就是我们会成为两边的桥梁哈。那时候我们就一直在想说什么意思呢？哈，到底是什么样的桥梁呢？是中文堂跟英文堂之间的桥梁呢？还是美国跟加拿大之间的桥梁呢？还是宣教之地跟我们差派教会之间的桥梁呢？我们不知道哦，我们只知道说我们有一天会完成一个桥梁的角色跟任务。好，这个也是继续在持续的等候继续的指引哈。但是因为他有提过桥梁，而且不断的提，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印第安酋长坐落在桥梁的中间哈。我觉得在某个方面也算是一种印证。我觉得直到这个时候，我就开始体会过来了。当然我说6年前他跟我讲说你们要有一个桥梁角色，我听不明白啊，这什么意思，对不对？但是我现在就好像有点明白了耶。好，就是我们把这个桥架出来，然后它这个跨国际的网络，然后加拿大、美国、香港，然后中国，然后台湾，然后各地的人我们在这个桥梁上互相合作，然后去成全一个事工。然后呢那么多的孩子唱唱跳跳，就感觉就像这个母亲那个乳养孩子一样，那他们透过这个神的话里面，在里面得到安慰，得到哇！我觉得神真的是做的事情完完全全超过我的所求所想。对，我以前总觉得说，那神的话就是灵奶嘛，所以做经文歌就是做灵奶，可能这意思吧。可能还有另外一层意思是我没有想过的哦，就是当然你在当他那个喂养的对象是孩子的时候，好，我查过英文的 biblical song 经文歌啊，或者是信仰相关的歌很多很多很多，中文的不多，好，没有我们看到这么多。因为我研究一下发现中文儿歌不赚钱啊，好，没那么赚钱。那中文经文儿歌就更少啦，圣经儿歌就更少啦。好，那但是我们做这个事工本来就是一群义务的人，好，为了摆上的缘故，为了敬拜的缘故，好，然后把我们的时间拨下来去做创作，所以我们没有在乎钱嘛。好，那我们做出来的也是由神来使用，所以既然我们长的歌可以做，短的歌那更容易了。好，所以一方面也降低我同工，以前一首歌可能32小节嘛，现在一首歌就8小节，重复2遍，它处理的量就变短了。好，所以就这样子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转向，好，就是一个微调，方向上的微调是最近这2个月发生的。好，那神就是每天都很清楚的带领，每天都
快速的前进，我们的跑的速度非常快我觉得我需要常常提醒我自己，就是说，因为神带领我一向都推动的很快，那我也追得很辛苦。好，那我追得很辛苦，当我习惯这个速度的时候，我就会忘记别人不是这样被训练的，他们以为是赶不上，师傅你跑太快了，你慢下来一点。非常感谢神，神的带领超乎我的所求所想，神的带领超乎我的想象与看见。好，那不晓得我们能够走多远，好，但是我们能够确定的，能够做到的，就是在神清楚的带领，那我们也带着敬畏的心，欢喜快乐的顺服的这个过程中，来见证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好，那我们盼望我们所有加入这个音乐事工的人，好，都体会到从敬拜的心发出喜乐的歌声，以及我们透过顺服经历神来遇见神，那背后奇妙精彩的故事等着我们去一一述说神的恩典。好，这个是我想我们的初心，好，也是我们要就是说希望能够常常提醒自己来持守的。对，求主使用我做你的器皿，将你的爱分享出去。